今天来聊聊最新的 IPO Figma。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7月31号 Figma 正式上市，我们该趁新鲜赶快进场吗？还是应该要再等一等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Figma 这间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好了。首先呢 ，Figma 是一间提供云端设计工具的 SaaS 公司，它的核心理念就是缩小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落差，帮助人们把脑中的想法快速变成一个视觉化的内容。我这边用表格来跟大家分享 Figma 的主要产品好了。首先第一个产品是 FigJam， 这个东西主要就是用来团队讨论、发想或做流程的，它可以像一个白板一样让你乱画。那 Figma Slides 就是专门来做设计简报的，你的简报不用来回丢档案，大家可以一起做。那 Figma Design 就是专门用来设计 APP、设计网站的，那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画界面、画互动原型。再来设计师画完以后呢，就可以交给工程师来直接接手，用 Dev Mode 把设计转成工程师也看得懂的规格。那 Figma Sites 呢，就是可以让你做出一些活动的页面。那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你不用会写程式，也能够直接做出网站。Figma Buzz 就是你可以一键搞定 IG 的贴文、广告图、社群的内容。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快速生出品牌图跟社群素材。那为什么 Figma 的 IPO 会让这么多投资人这么兴奋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产品，像是 Canva、Adobe 这些软体也都非常的强大，甚至功能也有一些雷同。那到底 Figma 为什么这么值得投资人兴奋呢？其实Adobe 早在2022年就决定开出200亿美元的天价要收购 Figma， 但是因为2023年被监管机构阻挡就没有成。如果 Adobe 当初没有看到 Figma 的潜力跟价值，他也不会愿意出这么一大笔钱要去收购它。那你可能会问到底 Figma 是强在哪里？它有比 Canva、比 Adobe 还要厉害吗？值得我们现在就买进吗？这个就要用更大局观的视角去看看 Figma 整体的产品规划了。如果你有仔细研究过，你就会发现 Figma 的整体产品规划其实是非常缜密的。我们来看一下一般我们在制作一个网站、一个 APP， 产品开发流程其实会经过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需要先脑力激荡发想，第二个阶段呢，要把这些东西创意视觉化做成设计图，接着再让工程师去接手写 code， 最后才能真的上线，真的呈现出来，变成是一个产品跟网站。而 Figma 的产品组合呢，基本上它可以涵盖着全部的整个流程，从想法到视觉化到建构到最后的上线， Figma 几乎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应到的工具，而且还都在云端，还可以多人同步作业，共同编辑。所以 Figma 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产品开发流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包在他们身上。这种从头到尾都包起来的工作流产品规划，让 Adobe 早就看到了它的潜力。那为什么 Figma 能有这么强大的产品，又有这么全面的产品规划呢？这个就要谈到 Figma 的创办人了。首先，一间公司到底值不值得投资，除了要看它的财报、基本面、技术面、产业趋势之外，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但是我自己本身也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创办人本身是怎么样的人。因为管理阶层的风格、思维、价值观，其实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企业文化，甚至是企业的整个决策走向。33岁的 Figma 创办人 Dylan Field， 大学的时候他就是主修电脑科学跟数学。不过呢，在19岁那一年，他就拿到了 PayPal 创办人 Peter Thiel 提供给年轻创业者的10万美金的资助。这个奖学金的目标是鼓励20岁以下的青年可以休学去创业，因为 PayPal 创办人觉得有些点子是不能等的。于是呢 Dylan Field 就带着这一笔10万美金开始去创业，辍学创业。其实呢，一刚开始他爸妈是很反对的，甚至他们不想让他申请。但是 Dylan 还是很坚持走他自己的路，因为他觉得他在大学里面学到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他了。所以当时他就跟他的大学同学 Evan Wallace 一起创业。他们就发现大部分的设计工具那时候都没有办法多人协作，所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点。明明大家都已经习惯云端同步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共同编辑。为什么设计这么落后啊？于是呢，他们就开发了 Figma， 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才终于推出测试版，真的是慢慢磨出来的。他们还一度被投资人问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上线啊？但是 Dylan 就是很坚持，当产品不够好的时候就不急着丢到市场上。这种对产品打磨的执着，就是为什么 Figma 的产品会这么强的原因。也因此在短短的13年之内Dylan Field 的身价翻了66000倍，从10万美金翻到66亿美元。而 Dylan 是那种低自我中心的领导者，所以他常常会说他自己不是那种会拍桌子的老板，他是会听取
团队的意见，会找到团队的共识的那种老板。他相信创业是来自团队，而不是某个天才个人。听完他的故事啊，其实我自己是很佩服他的勇气的。19岁就很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不顾家人的反对出来创业，而且我也非常欣赏他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不是这样，他们才不会生出 Figma。另外，我也非常欣赏他个人这个很谦虚的个性，愿意聆听团队的意见。这就代表说，他们管理阶层在经营决策上不会是独裁专断的。我想这个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绝对会是正向的。Dylan 对产品的执着、对团队伙伴的信任，以及面对问题的能力，这个才是真正让 Figma 成功的关键，也是让我认同 Figma 是一间有潜力的公司的其中一个原因。从产品面来看 ，Figma 好像真的蛮有潜力的。不过光是看产品还不够，我们也要来看看数据嘛。不过在看财报数据之前，我有件事情要先提醒大家，就是我有一个零诈骗的投资社群，里面会分享很多我近期看好的公司，或者是我的一些操作策略。如果你不想要再加到一些充斥着诈骗的群组，然后同时又想要有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投资的话，欢迎加入我的肖邦投资集团哦。OK， 那回到正题，我们就来讲讲 Figma 的财报好了。Figma 最近12个月的收入是8.21亿美金，年收入成长率是46%。这种成长速度啊，在 SaaS 公司里面其实算是非常健康的。营业利润率大约是18%，毛利率91%。虽然啊 SaaS 公司本身的毛利率应该就会很高，但是这个真的是蛮夸张的，代表它维运的成本真的很低。再来 Net Dollar Retention 净收入留存率是132%，这个大概就是这张图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净收入留存132%，代表原本的客户今年比去年多付了32% 的钱。意思就是啊 Figma 的用户不止留了下来，而且还越用越深，越付越多钱，表示客户的粘着度真的非常的高。就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这间公司确实前景是很不错的。另外，截至2025年3月份 Figma 已经被78%的富比士全球2000强的企业使用，包括微软、Netflix、Zoom、Airbnb、Slack 都把 Figma 的产品当作是他们设计产品开发流程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平台。那其中呢，就有76%的客户同时使用他们2项产品以上。当这些大型企业客户在设计产品、开发产品的一系列流程上都依赖 Figma 的产品的话，那这个粘着度就真的很高咯。也因为以上这一些财报数据看起来还不赖，所以很多投资人听到 Figma 要上市真的是非常的兴奋。但是在7月31号上市的时候呢，它的股价就从发行价的33块一路涨到140块，到现在我录影的8月6号今天也有79块。那现在到底还能买进吗？市场上多数分析师其实都认为 Figma 的估值过高了。不过这不代表 Figma 没有前景哦，因为我认为它其实还没有把收费做到最大化。怎么说呢？根据官方资料数据哦，目前 Figma 有1300万个活跃用户数，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免费用户，像是一些学生啦、自由接案者啦、小型创业团队。那其中有一个更关键的一点就是呢，大约有2/3的用户不是专职的设计师，而是 PM、工程师、行销人员、创作者、自由工作者等等非设计背景的人在使用。那这就意味着2件事情，代表它的使用者还在扩张，就算没有设计背景的人也能够使用。那未来就会有更多的跨部门协作的需求。第2件事情就是还没转化成高价订阅者的比例还很高。Figma 本身是采订阅制嘛，而订阅制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用免费或低价的方案去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等到客户的粘着度越来越高之后呢，他们可能就会变成高价订阅者。因此我认为啊 Figma 还蛮有前景的，它的成长空间应该还是蛮大的。不过短期来看当然还是有一些风险啦。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竞争者真的很多嘛，包括 Canva、Adobe 甚至是 Google 都有可能是它的潜在竞争者。举个例子好了，像 Canva 一开始就是主打去做一些社群图像的制作，像 IG 贴文啊、EDM 或者是海报设计等等的。但是这几年呢 Canva 明显在升级他们的产品，开始推一些网站制作啦、推简报啦，甚至开放给多人协作等等的功能。虽然 Canva 的产品深度还不像 Figma 这么深，但是他们有几个很大的优势哦。第一个就是 Canva 的用户基础数非常多，它的使用者高达1.8亿个，然后操作又很简单，门槛非常的低，然后它也已经渗透到很多的中小企业、教育单位，甚至是自由工作者。所以 Canva 是那种从下往上打的竞争对手。如果 Figma 没有持续维持他们产品的深度跟专业性，那有一部分的客户可能就会被瓜分走。再来就是 Figma 的成长未来要维持在40%以上的难度会提升。这个很简单哦 ，Figma 现在的年营收是8.21亿美金嘛，如果要超过40% 的成长，代表今年要多赚将近
3.2亿美金。那如果明年还要再成长40%的话，就得要再多赚4.5亿美金。其实就是简单的数学逻辑啦，基数越大，它的成长率就会慢慢下降。再加上呢，目前 Figma 其实已经渗透了78%的富比士2000强的企业哦，所以其实该进来的大客户基本上大致上都进来了。Figma 的大企业成长数量可能不会像过去几年这么的高，所以接下来想要成长啊，可能要靠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增加客单价，第二个是扩张新的市场，第三个就是让更多非设计背景的人进来使用。但说实在的，这几个策略都不会马上就见到成效，是需要时间慢慢去渗透的。那既然 Figma 听起来这么有潜力，现在到底能不能投资 Figma 呢？老实说啦，一只股票刚刚 IPO 是市场最情绪化的时候，这个时间点要不要进场，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台湾的法律也不允许给予任何的投资建议，而且与其直接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或答案，我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更重要。你有多了解这间公司？你对它的财务状况看得懂吗？像 Figma 这种已经吃进大企业、产品粘着度高、订阅制模式、老板的价值观又 OK 的公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标的。但是话说回来呢，它现在的估值确实是不便宜的。美国的经济状况不确定性也还非常的多，要进场啊，你就要有心理准备，短期可能会像这几天一样震来震去。如果你是比较保守的，可以先观察几季它的财报，看看它的营收成长有没有稳住。如果基本面继续撑住，我觉得晚一点也没什么关系。那如果你是比较激进的，也千万不要 all in 哦，还是要留一点资金去做调整跟加码。总之 Figma 是一间有实力的公司，但是投资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重点是你对这间公司的理解有多深，以及有没有自己的判断逻辑。 OK， 那你会选择 A 再等一下好了，观察看看，还是 B 已经冲进去了，还是 C 不会买这间公司呢？你会选择哪一个？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吧。如果这支影片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那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